2006年9月23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和往常一样，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在喔喔的鸡啼声和弥漫着蒿草味的炊烟中醒来。村民们有的下地耕作，有的喂养牲畜，有的在张罗小卖店等小本买卖开张。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政策使农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农民已经不完全靠种地吃饭，许多农民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开展多种经营。村东头住着的石月军家，就是靠着屠宰生猪卖而发起来的富裕户。他家有一个大院，院内有3间砖瓦房，门上贴着祈福的对联，燕子衔泥在他家屋檐下垒起了一个美丽的小窝。右侧有猪圈、屠猪场、放猪肉的作坊，左侧有一个带铁门的车库，专门搁放福田牌白色半截子货车。院外还有他家的耕地。清早起来，石月军和平时一样，开着车到和平乡大立沟村买了4头生猪，准备周日到通化县干沟乡赶集卖猪肉。他把猪拉回到自家猪圈里，4头肥猪冲着他直哼哼。平时石月军会兴奋地操起刀来，边哼唱着歌边将猪给杀死、褪毛、开膛。他平生只有2个爱好，一个是爱听田震唱歌，一个是杀猪。田震的歌能给他精神一满足，杀猪使他的生活得以保障，使一家4口人过上好日子。石月军18岁辍学以后，便在驻地附近村屯以杀猪卖肉为生。可当日的他却相当的烦躁，这烦躁4个月前就像是无数的蚯蚓噬咬着他的心。5月初，通化县二密镇个体屠宰户李某承包了二密镇屠宰点。按照有关部门规定，周围临近村屯的肉贩子都要到二密镇屠宰点屠宰检疫以后才允许到市场销售。因为到屠宰点杀猪需要交屠宰费和检疫费，一头猪总共要交63块钱。石月军心里非常的不满，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李某这个人。用石月军的话说，李某经常高收费，还依仗手中那点权力欺负人。经过他们拨盘一圈下来，一头猪也挣不了多少钱了。可是你不去屠宰点屠宰，他又惹不起李某。开始的时候，他为了自己能够损失少一点，每次去二密镇屠宰点的时候，他都先在家里杀一头猪，然后拉着肉再拉一头生猪到屠宰点屠宰检疫，这样能够省下一头猪的屠宰检疫费。他想蒙混过关，可是李某却不让。一次石月军又带好了他在自己家里屠猪的猪肉和一头生猪到屠宰点时，被李某给发现了。李某将他的猪肉给没收，还要罚他3到4万块钱。后来通过熟人好说歹说，交了几千元的罚款。本来就视钱财如命的石月军气坏了，他产生要杀死李某的想法。复仇的怒火烧得他饭不思茶不饮，整天烦躁不安。家人感到非常奇怪，领着他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嘱咐他要适应社会，放宽心胸，到外面去走一走。媳妇儿领着石月军到南方游玩了一圈，但是温柔的亲情并没有拉回他复仇的心。回来以后，到屠宰点屠宰猪的时候，面对李某，他把仇恨一刀一刀地砍在猪肉的身上。这个时候，他望着那4头猪，想到明天还要赶集卖肉，所以还得硬着头皮去到李某的屠宰点杀猪。一想到还要送上门去受人家的欺负，否则就没有别的出路，他就问自己，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于是9月23日15时，他在村里理完发以后，到村里药店买了2瓶小鼠药，
心中暗自决定，如果李某刁难自己，他就先把李某给杀死，然后自己喝药自杀。天黑了，石月军带着4把杀猪刀，开着半截车，拉着2头生猪来到了二密镇李某的屠宰点。他把2头猪卸下车以后，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了正在和另外2个人喝酒的李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从来滴酒不沾的石月军也凑上前去喝了一杯啤酒。9月23日23时许，李某和石月军从饭店出来以后，又遇到了二密镇干沟村的2名个体屠宰户，他们又一起来到了一家肉串店里，吃着烧烤，喝着酒。期间，李某当着另外2个人的面，声言厉色地问石月军：“我说，你这回带没带家里已经杀好的猪肉来呀？”啊？石月军回答道：“没带。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再带，我还收拾你。”我没带。石月军重复了一遍。李某则指着石月军：“我在喝酒，你别惹我啊！惹我，我现在就收拾你。”李某哪里想到，平时不声不响的石月军此时正想要了他的命。另外的2名屠夫冲着石月军直使眼色，石月军在酒桌上强咽下了这口恶气。9月24日凌晨，4个人从肉串店里出来，李某让他们3个人上了自己的半截子车。他们不知道要干啥，只不过平时听惯了李某的吆喝，都乖乖的上了车。石月军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李某开着车拉着他们向二密镇北甸子村方向驶去。途经二密镇大连川村时，李某将车停下，对后座上的2个人说：“你俩下车，我和小石子单独谈谈。”另外2个人下车以后，李某拉着石月军继续向前行驶500多米以后，李某将车停下。另2个人下车以后，李某拉着石月军继续向前行驶500多米以后，李某将车停下。石月军看李某转身伸手到后座要拿东西的瞬间，立即猜测李某要收拾他。面对身体强壮的李某，石月军知道1对1打不过他，必须出其不意的才能制住他。那么此时还不下手，还等什么呢？说时迟，那时快，石月军嗖的从身上的背包里抽出一把杀猪的条刀，朝李某的腹部就捅了一刀。哎呀，石子，你这是干啥呀？李某抓住他的双手，连忙说软话：“明儿我给你办个杀猪点儿，你快把我送医院吧。”他看石月军的2眼冒着凶光，知道不好，急忙下车往车后二密镇的方向跑去。刚跑出6、7步，就倒在了路边的沟里。石月军追上前去，狠狠地朝李某身上连续捅了数刀以后，将其杀死。而后他跳上李某的半截车，驶向了二密镇。途中他想起了平日里和自己有过矛盾的人，反正都是一死，不如把仇人都杀死以后自己再自杀。夜越来越黑，沉寂的村屯，酣睡的父老乡亲做梦都不会想到，脚下这块古朴的土地会生长出一个灭绝人性的恶魔，正在实施残害乡亲们的杀人计划。24日的1时10分左右，石月军开着李某的车回到二密镇，换成了自己的白色半截子车，来到二密镇负责检疫工作的除木站副站长王玉良家。他以喂猪检疫为名叫门，王玉良起来开门，石月军趁其不备，用刀刺中了他的胸部。王玉良的媳妇见状，从炕上坐起来，大声地喊叫着。石月军上前又将他捅倒在炕上。这时在隔壁住的王玉良的父母听到喊声，相继跑了过来，都被石月军挥刀杀死。石月军
将屋里的灯关闭以后，走到房门口的时候，遇到了从隔壁赶来的王玉良的哥哥王玉红。石月军上前朝其胸部捅了一刀，由于用力过猛，将刀给折断了，并将自己的右大腿划伤。杀猪刀掉在了地上，王玉红转身往外跑，石月军紧随其后的追赶，但是没有追上。24日1时40分左右，石月军驾车前往柳河县三元浦镇。因为在18年前，当时只有18岁的他到三元浦镇于洪勇家的小卖店想要偷个面包吃，没等拿到手就被于家给发现了。是同学于洪勇当时用打鸟的火药枪击中了他的腹部，至今还有几粒枪杀在腹中未取出，他一直都记恨在心上。我一定要杀掉他。石月军边想边向三元浦镇疾驰。由于到三元浦镇路过自己家所住的通沟村，他又想到村里的刘国华和王刚也该杀，因为刘国华家的小卖店以前一直都卖他的猪肉。3、4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他的猪肉没够卖，就没给刘家小卖店留，引起了刘妻曹德勤的不满，从此刘家不再进他的猪肉了。王刚是因为以前帮他杀猪，后来不帮了，赊了他4000多元钱的猪肉没还钱，这些他都怀恨在心。24日2时许，他开车回到通沟村自家门前，来到他侍弄得非常干净的小院。他轻轻地打开一扇窗户，他知道妻子儿女都在熟睡，这近在咫尺的幸福也未能浇灭他心中复仇的火焰。他回家是要把兜内的3000元钱留给妻儿，他把钱放在了窗台上，他迅速来到了距离自家只有20米远的刘国华家的小卖店，买了4袋面包和4瓶饮料。在刘国华往出送他的时候，他从兜里抽出了杀猪刀，转身刺中刘国华的胸部。刘妻曹德勤见后惊恐地从炕上站了起来，石月军又窜上了炕，照他身上连捅了数刀。24日2时30分左右，石月军来到王刚家，以求王刚帮助自己杀猪为名，骗开了门，趁王刚在炕上穿裤子的时候，往其腹部捅了一刀。王刚拼命地顽抗，没有被刺死。为了抓紧时间去三元浦镇，石月军转身跑出了屋外。24日3时许，他来到了三元浦镇于洪勇家，以在三元浦镇歌厅打仗为名，把人给捅坏了，想要借点钱跑路为名，将门给骗开，趁于洪勇不备之机，抽刀刺向其胸部。于洪勇边和他厮打边喊媳妇儿快跑，石月军又一刀刺向了于洪勇的脖子，随后又把于洪勇按倒在地上，并将其掐死。厮打中，石月军的刀掉在了地上，他来不及找，跑到屋外的车上，又拿了一把尖刀，返回室内要收拾于洪勇的妻子和孩子，发现于妻已经把西屋的门给插上。他用肘臂将门上的玻璃给打碎，并且举刀向于妻脸上捅了几刀。听到于妻在打电话报警，他怕耽误时间被人给抓住，便迅速回到车上，开车往通沟村赶去。天这个时候渐渐放亮了，石月军开车走到柳南乡京家店公路立交桥的时候，把车停下，掏出手机，向相反的方向撇掉了手机，然后把2瓶小鼠药兑进了饮料里，继续驾车回到了通沟村，把车停在了村口的路旁。在车的后座上拿出了一件黄色棉袄穿在了身上，用一个车座套把面包、饮料、2把杀猪刀等物品包上，在晨雾的掩护之下钻进了通沟村南山玉米地里。9月24日3时许，通化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了通化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汇报，通化县二密镇除木简一站副站长王玉良一家4口被杀。通化市主管刑侦的孟庆南副局长、刑侦支队长卢永斌还有王光宇政委，他们带领侦查员赶到现场，调查中发现二密镇屠宰点的李某也不见了。
当日4时许，他们在二密镇粮店的门口找到了李某的车，车上有血迹。继续搜查，他们在不远的路沟里发现了李某的尸体。这时他们又接到了柳河县报案，柳南乡通沟村刘国华夫妇被杀，王刚受伤，三元浦镇于洪勇被杀，妻子徐红艳受伤。根据伤者王玉红、王刚、徐红艳的指认，确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石跃军。锁定犯罪嫌疑人以后，他们果断做出如下部署：认真勘察5起犯罪现场，对所有公路要道、铁路车站、桥梁隧道设卡堵截，清查宾馆、旅店、歌厅、舞厅等娱乐场所，通过广播电台对出租车司机宣传通报，对犯罪嫌疑人所有关系进行布控。另一方面，迅速向上级报告。省公安厅指挥中心接到报告以后，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聂文全决定派副厅长史立率领当时的刑警总队总队长马晓东、政委程学文、副总队长张真春以及刑侦专家组、侦查员、技术员赶赴现场，要求组织精干力量，加大工作力度，缉捕犯罪嫌疑人，抓紧进行布控，严防发生新的案件。9月25日下午，因为公安部有全国重要会议，史立副厅长赴京开会。为加大案件侦破力度，聂文全厅长亲率李东泰副厅长以及有关部门同志赶赴现场指挥。副厅长韩英俊坐镇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协调调度相关事宜。省公安厅迅速组织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开展布控堵截，协助相邻的辽宁省警方进行堵截。924特大连环杀人案影响恶劣，危害严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周永康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及时破案。省委书记王云坤、省长王民、省委副书记唐宪强、副省长李锦斌等领导要求集中警力，加强安全防范，不惜代价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及时破案，消除隐患。破案指挥部设在了柳南乡乡政府。当聂文全一行赶到现场以后，通化市委书记高广斌、市长张安顺、副书记张作福、副市长于锡良、市委常委兼公安局长李长明、副局长王云鹏、柳河县委书记裴忠、县长京西军等各级领导也早已经集结在指挥部。聂文全听取汇报以后，当场做出了7点指示：一、研究逃跑方向，要论证充分，做出科学判断；二、要分析嫌疑人的犯罪心理，调查他身上是否带了逃跑资金；运用 DNA 技术和指纹鉴定研究他使用的工具；三、要不断整合情况，根据已获得的信息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部署；四、要严密设卡堵截，绝不允许嫌疑人逃出吉林阵地给社会造成危害；五、要动员村民搞好村屯联防，护村护屯；六、要对嫌疑人所有社会关系和落脚点秘密布控；七、要加大搜寻力度，发挥技侦作用。专案组要拿出具体的意见，为尽快抓住嫌疑人提供科学指导。聂厅长鼓励大家要把握时机，尽早破案。基于案情重大，为了保障经费，聂厅长经过与指挥部其他领导商议以后，决定由省公安厅拿出20万元支援柳河县警方破案。聂厅长给参战民警带来了精神鼓励，又带来了物质支持，大家深受感动。指挥部连夜落实聂厅长指示，省市县3级公安机关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当时划定柳河、通化2个县，柳南、二密、三元浦、光华、大荔沟、红石
5个乡镇、29个村屯的侦查范围。一道道警力又重新进行了加固和完善。设卡组由柳河县公安局长王云波负责，印制嫌疑人照片以及悬赏通告、广泛发放张贴由柳河县公安局局长助理兼刑警大队长刘全武负责。犯罪嫌疑人19个社会关系调查布控由柳河县公安局政委杨海波、副局长邓万军、李万军、宋涛负责。现场勘查组由通化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长卢永斌、政委王光宇负责。搜山组由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鹏负责。各县情况调度组由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孟庆然负责。省公安厅专家组王永林等负责认真地跟嫌疑人家属谈话，了解整个过程的真实情节，为侦破此案提供方向性依据。9月25日，带有犯罪嫌疑人照片的通告广泛张贴在柳河的县城的城市、农村、大街小巷、文化娱乐场所以及所有交通要道，对提供抓捕线索的人公开悬赏10万元。各县市区、乡镇街、村屯层层召开通报会，发动群众自防联防，发现线索及时报告。省市县3级电视台全天候播出滚动字幕，广播电台和省内各家报社分别刊发通缉令和嫌疑人照片以及悬赏10万元的消息。各互联网都在通缉公安部挂牌督办的 A 级逃犯。警车发动了，摩托车发动了，民警巡逻、设卡、堵截、走访、排查，他们的身影不知疲倦地在这块山区的土地上来回地穿梭着。神兵天将，军警民万余人搜山追剿。天黑了，秋风刮在玉米地里的叶子哗啦啦地响。10月军趴在这片玉米地里等待太阳落山，已经等了1天。饭量本来就大的他，已经把在杀刘国华时买的4袋面包都给吃光了，肚子也饿了。于是他悄悄地走出玉米地，来到了通沟村南沟里山上严红路家的空房。他见房门上锁，便将后窗给撬开，钻入屋内，然后再把窗户在里面用绳子绑好。他在这里足足待了2天。严家人由于听从了乡党委召开大会时所强调的增强自防意识，这2天没敢上山，躲过了一劫。2天里，他把严家能吃的东西都给吃了，连铁锹把、斧子把、镰刀把都给当成柴火烧了。26日下午，他发现有人上来搜山，觉得这个住处不安全，但他不想马上喝掉加了鼠药的饮料，因为他还有几个仇人没杀。9月27日6时许，他饥肠辘辘地出发了，沿着山路来到了南山孙红莲家的小房子，打算弄点吃的。来到小房子前，他发现孙红莲夫妻在家。这夫妻俩本应该也像是老严家那样躲过这2天，然后再上山，因为这期间公安机关已经将防范工作深入到了每个村屯，防范意识已经家喻户晓。孙红莲的亲戚对着记者说，当时家里人也都劝孙红莲夫妻躲过这几天再上山，可是这老两口也舍不得家里的牛饿着，就上了山，哪成想和杀人恶魔碰了个正着啊！这时孙红莲也看到了10月军，慌忙中对他说，你呀，怎么这么糊涂啊？杀了那么多的人，你想要啥拿啥，你可别杀我啊！10月军问孙红莲有没有吃的，孙红莲急忙的给他拿了几袋面包和榨菜。灭绝人性的10月军怕孙红莲夫妇报案，在接过面包和榨菜以后，抽出随身所携带的杀猪刀，刺向孙红莲。孙妻刘继芬见状，抡起了一把砍柴斧，砍向10月军的头部。10月军一躲，
斧头将其头部给划伤。石跃军上前抢过了斧头，照着被刺倒在地上的孙红莲头部连砍了2斧。刘继芬见状匆忙向外跑去，石跃军则追上他，将他砍死，然后将尸体拖到了距离住房50余米远的沟塘里。9月27日15时，指挥部接到报告，柳南乡通沟村独居山中的村民孙红莲夫妇被杀。法医进行尸检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工具是斧子。现场勘查时还看到米饭等食物。专家分析，嫌疑人很可能由于饥饿找食物吃，然后杀人灭口。侦查员在山上走访时，又发现了严红禄家。找到严红禄，让他回家一看，他家的猪油、咸鸭蛋等食物都被人给吃光了，还丢了迷彩服、鸭舌帽和鞋。最主要的是，侦查员在现场发现了石跃军半截子车上的坐垫套。法医在一个小盆上提取了一枚指纹。此时恰好通化市公安局给居民办理第2代身份证时，为所有的居民建立了指纹档案。这枚指纹经过检验，正是石跃军所留的，因此认定此案仍是石跃军所为。指挥部决定并案侦查。由于严红禄家的炕还是热的，证明石跃军没有走远，于是指挥部在附近重点区域划出了214平方公里侦查范围。9月27日下午，聂文全厅长赶赴现场指挥部。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史立副厅长会后连夜赶回长春。9月28日凌晨奔赴现场指挥部，紧接着总指挥聂文全决定调兵遣将。吉林省武警总队总队长陈明乐亲自调动1000名武警精兵赴战，白山市、辽源市公安局各出动500名民警，分别由局长刘凤山、任建波带队应战。通化市公安局出动2000名民警，梅河口市公安局出动300多名民警，长春市、吉林市公安局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设备和人员支持。通化市委市政府组织动员民兵预备役和群众骨干，协助公安机关开展搜捕工作。一支由公安民警、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和当地群众所组成的 1.2万余人的搜捕队伍，由李东泰、史立副厅长2位前线指挥官来分别负责围捕和侦查指挥工作，进行了大面积的拉网式搜山、设卡和蹲守。吉林省通讯管理局、省移动、联通、通讯、卫通公司为案件侦破提供通讯保障，一辆辆应急通讯车矗立在大山深处，昼夜工作，确保通讯网络畅通。9月28日16时，聂文全和通化市委高广斌书记组织召开了通化市各县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对围捕工作做出了部署，特别是对加强安全防范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可是此地山高林密，正值秋季，连成垄的玉米地是一株株结实粗壮的大玉米组成了一片片齐刷刷密匝匝的青纱帐，茫茫无际一直延伸到了山上，和山林交织在一起，地形复杂，侦查面积大，搜捕工作艰难地进行着。石跃军自9月27日杀了孙红莲夫妇，从山上下来以后，本打算再次潜入通沟村去杀死多年前打过他的一个村民。可是他发现公路上有警察、武警还有警犬，又看到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觉得无法下手，只好顺原路回去了。当他沿着铁路和公路之间的大河走到吕家堡前的玉米地时，看见2辆警车从河床内驶了过来，他吓得一头钻进了玉米地里，没敢再动。饿了他就掰生玉米吃，渴了他就喝沟里的水。9月29日3时许，狗急跳墙的石跃军翻墙窜入了赵玉福家院内后房的空房里，
他想找点吃的，但是没有找到。在玉米地里待得久了，鞋都已经湿透了。他换上了在严红路家里偷的鞋，躲在里面休息着。当日午时许，早起的赵玉福看到自家空房前有一双陌生人的鞋，知道家里进了人了。他拿起了个叉子，走到空房前。石月军则躲在暗处看见了赵玉福，趁其不备，挥起杀猪刀将他捅死。赵玉福的妻子管玉梅听见动静跑出了屋，石月军回身将他给刺死。这时邻居刘金平持棒出来，一棒打在了石月军的头上。杀红眼的石月军向刘金平连捅了几刀，将他给刺伤以后，又将刚从屋里跑出来的赵家的孙子赵金凯给杀死。现在石月军觉得自己的行踪已经彻底暴露，无法逃出警方的包围圈，便从背后的包里拿出了加了鼠药的饮料喝下，然后窜入了吕家堡村南面的玉米地里。9月29日5时50分，指挥部又接到了报告，5时45分，柳南乡吕家堡村3名村民被石月军给杀死，1人在搏斗中受伤。发现杀人恶魔石月军的踪迹以后，指挥部总指挥聂文全立即命令组织力量开展集中围捕，缩小包围圈，疏散村民，并采取合围、追踪、搜查、设伏相结合的战术，全力开展缉捕行动，同时对附近村民进行疏散，强化防范措施。9月29日12时许，武警战士排查到柳河县柳南乡吕家堡村通梅1级公路附近玉米地时，突然发现一个人在玉米地里匍匐着。武警战士持枪上前核实，此人惊慌失措地起身逃跑。武警战士追出不到10米，将其擒获。经过警方确认，该人正是杀人恶魔石月军。警方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尖刀1把。杀人恶魔石月军被抓获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百姓奔走相告，自发组织起来，将押解石月军的道路围得水泄不通，纷纷鼓掌庆贺，拍手称快。一些曾经受到惊吓的老百姓喜极而泣。看守所里，记者和石月军曾经有如下对话：你为什么要杀人呢？就是因为李某，本来我杀猪做买卖风调雨顺，自打他承包了屠宰点，我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一头猪我也挣不了几个钱不说，还得总受他的气，我杀了他心里痛快。那其他人你为什么要杀呀？杀了李某，我想了，早晚会被警察给抓住，左右也是一个死，还不如把我的仇人都给他杀光了。那你不留恋妻子和一对未成年的儿女吗？这时石月军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怎么会不留恋？谁愿意走这条道啊？那你认为自己是怎么走上犯罪的道路的呢？俺家就5个孩子，俺是老疙瘩，4岁就没了父亲，母亲和姐都宠着我，我呢也就养成了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的性格，谁惹我，我就受不了。那你后悔吗？我后悔，对不起亲人，对不起孩子。你杀的这些人都是你的仇人吗？不，后5个人其实不该杀，我当时就是怕他们报案。你的生活除了杀猪挣钱，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追求？有，我特别崇拜田震，我听他唱的歌，他所唱的歌我都爱听。我这一辈子要是能见田震一面，我这一辈子都不白来了。